蛮漂亮的。哎，咱们家小米不愧是歌舞团出来的啊！你看买东西挺有审美观的，好看。哦，来客人了。来客了。妈，爸，这是杨菲菲，这我妈，这我爸。伯母好，伯父好。妈，那我先走了啊。哎，别走啊，帮妈招待客人。妈，一鸣会招呼客人的。哎呀，我走了。哎呦，一鸣经常不回家，回来也算办个客。快去沏茶去，傻愣着干嘛？去呀！啊，沏咱们家最好那个龙井啊。哦，哎，坐，哎，小杨坐。来，菲菲坐。一鸣也坐。哎。爸妈，这是小杨给您买的补品。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小米啊，你也坐这儿。小杨，你喝茶吧。谢谢。这梨也挺好的。爸妈有咳嗽的老病，这梨是清肺的，你尝尝吧，挺甜的。谢谢，我不想吃。这梨还真甜。哦，小杨到咱们家来是贵客，留下吃顿便饭吧。小米啊，去做饭去。师妈说她肩膀疼，让我过来帮按摩的。你就装吧你，你居心何在啊？啊？你是诚心来搅局来的？什么时候你成了这家的主人了？安小米，我警告你，你不要利用两个善良老人对你的同情心。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我真的不是来搅局的。你也看见了，是妈不让我走啊。你正求之不得呢。你怎么那么虚伪啊？以后做事情首先想想自己的位置。小杨，咱们走吧。爸妈，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先走怎么了。要走啊？不说好吃了饭再走吗？你小米菜都烧上了。哎呀，就是走吧，人家有事儿。哎，走吧。哦，小杨啊，你这礼物拿回去吧。我和他爸是不吃补品。妈，小杨已经买了，这是他的一片孝心，就留下吧。孝心。哎呦，我们担当不起。哎，买了就留下吧。哎，留下吧。走吧，平安。
甜甜，你怎么来这儿了？妈单位周3开例会，我都在奶奶这儿吃饭呢。怎么不叫人啊，甜甜？你阿姨好。你好，甜甜。叫姐姐吧，你这么年轻，叫你阿姨把你叫老了。菲菲，我没想到今天会弄成这样。我吃饱了，去写作业了。干的这叫什么事儿？爸，是我不该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做事情一点章法都没有，弄得大家脸上都很难看。本来嘛，我们可以不伤和气的和小袁沟通一下，这下可好，你把人彻底得罪了，还怎么再沟通啊？那一鸣的工作就更难做了。这60好几个人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啊？撕破脸就撕破脸了，反正我让那小杨知道咱俩态度了。小米啊，你别难过，这个事儿呢来得太突然，我们也没来得及跟你先交个底。爸，我都知道了。啊？瞧瞧，这家里任何事情，咱俩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你还知道什么？一鸣要结婚了，婚礼定在下个月19号，在广州。在广州？一鸣要调到广州去，你们还不知道吧？手续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再有10几天就走了。本来应该一鸣自己跟你们说，这种事儿我在中间传话，说3道4的，他会不高兴的。他这是想干什么呀？为了个小杨，他什么都不认了，亲爹亲妈都不认了，亲闺女他也不认了。妈，有些情况，我应该早点跟你说。我们虽然离了，甜甜也判给了他，可甜甜跟他爷爷奶奶很亲。安小米每个周末都会带甜甜去看他们。我妈妈患有严重的风湿病，颈椎也不好，2只胳膊抬起来很费劲。所以从我们结婚以后，这么多年一直由安小敏给他洗头。这个传统在离婚后也保持下来了。真是个优良传统啊！我说呢，安小米和你离婚都2年了，可在那个家里，包括他在内的所有的脸都告诉我，在那个家我还是那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3者。对不起，你妈需要个洗头的，你就任由安小米在你们家里面进进出出。全世界就他安小米会洗头啊，我也会洗啊。我也很尴尬，很恼火。我甚至提出由我自己每周回去为我母亲洗头，可母亲很固执，她坚决拒绝除了安小米以外的任何人给她洗头。说句公道话，在对待老人这一块儿，安小米做的没得说，是个孝顺媳妇儿。
我们虽然离了，可是他还在为我承担本来应该由我去做的许多事情。那是他的阴谋，他想靠这种方式来留在你们周家。他从来都没有打算对你放手，包括当初他这么痛快的答应离婚，都是在以退为进。菲菲，你理智点行吗？你知道当初是我错怪了他，我伤得很深，可是他并没有死绞蛮缠，还是很大度的放我走人了。从民政局出来的那一刻，他的脸像纸一样的白，我头一次感到自己罪孽深重。我们的感情是罪孽。他那是想把自己毁灭给我们看。他完全可以留着那孩子跟我好，也可以拿歌舞团解散自己失业来跟我讨价还价，可是他都没有。他成功了。你不是说他身体伤了元气，又失了业，我们马上结婚对他伤害太大，又说甜甜现在连看都不肯看你一眼。我以为你离了婚就大功告成了，可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孤零零收拾行李回了广州。菲菲，你是同意的，缓1、2年我们再结婚。可当时的情况，我要是跟你去领了结婚证，领回来的只是一张纸。2年了，一切都好像在原地。你听安小米爸呀妈呀叫得多亲热多肉麻呀，你不觉得这很滑稽很荒唐吗？那我能怎么办？宣布和我父母断绝关系，我只能尽量在那个家里避免和他见面。按理说，他应该改口叫伯父伯母，可我妈妈不干，甚至还认他做了干女儿。匪夷所思，他要在你们周家赖到什么时候啊？我算什么呢？二房。喂，现在？那好吧。啊，我爸妈叫我过去一趟。他们是打算连夜把我枪毙了，还是叫你回去一家人好好团聚呢？这么晚了，他们娘俩早走了。正好，我过去跟他们好好谈谈。菲菲，别等我了，早点睡，啊。我代表我和你妈表个态，我们不同意你和杨菲菲结婚。为什么？还有脸问为什么？你跟杨菲菲结婚，我和你爸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哎呀，爸，过些日子你就要到广州去定居了，跟我们商量了吧？我跟你爸是奔70的人了，可就你这一个儿子哎。行，我们也不指望你多孝顺，我们也不指望什么父母在不远游。可是甜甜才14岁呀，啊，你就舍得撇下他？
你这是彻底推卸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这么做呀，对甜甜的打击有多大，你也看见了。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成绩就掉到了第4名。你在一个受伤害的孩子面前，你个人的什么自由啊、幸福之类的字眼儿，那还有什么意义啊？杨菲菲又不能跟小米比，我看她是个有心思的人，跟你结婚，那肯定是她当家呀。那甜甜的利益怎么保障？您扯哪儿去了？我能不保证甜甜的利益吗？连您2老我们都做了周全的安排，房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菲菲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安小米又跟你们说什么了？哎，你别什么事都往小米身上栽，人小米就不能说句话了。人小米是甜甜的亲妈，小米的处境你也不是不清楚。歌舞团解散以后，他换了好几个工作，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现在在这保险公司，不就图他个门槛低，这工作时间灵活，可以照顾孩子吗？可是每月要拉不上保单来，还得倒贴车马费呢。你怎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抛下他们娘俩呢？就你们离婚的前几年啊，为了支持你的事业，人家小敏把家务全包了，甜甜她一个人管着。你现在好，事业有成了，就嫌弃人家了，没有共同语言了，要离婚了。你看人小敏多大气，把你放了，没跟你闹，没分你的财产。可你想想，一个女人带个孩子困难不困难？将心比心，你不该这么对人家。我现在听着有点乱了，你们到底是不同意我结婚呢，还是不同意我去广州啊？我跟你爸既不同意你跟杨菲菲结婚，也不同意你去广州。那就甭谈了，还有什么好谈的？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来。那好，你要结婚跟他走，可以，以后别进这家门。我跟你爸就算没你这儿子，你既然不认你的女儿，我们也不认你这儿子。我什么时候不认闺女了啊？明说了吧，你们不就是想让我跟安小米复婚吗？你知道就好。我跟你爸活着最大的心愿，就是看见你们家3口在一块活活美美的。没什么一家3口了，明白吗？您跟我爸怎么就不能面对这个现实啊？啊，我都42岁了，你们还老想着替我做主，认他做什么干女儿，让他在这家里进进出出的，这是变相的干涉我的生活。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侵犯，我觉得自己很难堪，很痛苦。看来你这回是铁了心了。你给我出去，永远别回这家！你不要以为我和你爸是孤老头孤老太没人管，我们就不让你这儿子，我们有个孝顺媳妇儿，小敏会替我们养老送终的。你回头你，妈，哎呦，你快！哎呦，你还不快走？你要逼死他呀！你走，别动，别动啊！来，再吃药。哎，瞧你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呀！淡淡月光星迷离，长长身影飘忽不定，流水心情隐隐，小小人生苦苦戚戚，昏昏街灯心迷离，静静脚步漫无目的，冷风思绪酸楚，深深情伤纷纷离离。
仿佛看见你的脸，喜怒哀乐就像一个谜，曾经有过的明朗，被乌云狂风卷去。是爸呀。我也没什么事儿。一鸣他来过电话吗？啊，妈不舒服了，那我马上过来。那血压量了吗？多少啊？真的没事啊？爸，让您和我妈费心了。那您和我妈就早点睡吧，我挂了啊。深深情伤纷纷离离，仿佛看见你的脸，喜怒哀乐就像怎么样了？两个老人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在做工作了。被乌云狂风卷去，仿佛听见我。没这么简单吧？我看安小米啊，和你父母已经充分交流过了，拿二老当枪使，他还真是个人物。菲菲，我们不谈安小米好吗？至少今天晚上我不想谈，我累了，我去洗澡。来，你不是说想吃汤圆吗？妈给你买了，尝尝。妈，你和奶奶别忙活了，没用的。爸爸都40多岁了，他不可能听你们的。这样看来啊，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要不你直接找那杨菲菲谈谈？我找人家谈什么呀？就直说你要跟周一鸣复婚呢。那人家一句说你跟我谈不着这事儿，那我怎么办？那就跟他摊牌，把利害关系一五一十给他说清楚了。他要跟周一鸣结婚，不是说结就结得了的，这后面还一大堆事情呢。哎呀，我放不下这张脸。再说还有10几天他们就走了，没有用啊。10来天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这上帝造人才花了1个星期嘛。到家了，小樱桃啊，进来。哟，佳姐来了。回来了。来，去。妈妈，你快点做饭，吃完饭我和爸爸去滑旱冰。不用，我去做。佳姐，在这一块吃。不了，家里还有个小祖宗呢。啊，好。超超，有了爸爸就不要姨妈了。姨妈，岂止没你这个姨妈，连我这妈都快没了。天上掉下个爹，跟捡了个宝贝似的。你看你，这不是好事吗？看着超超这样，这婚付的也值了。冻粉放哪儿了？在那个酱油瓶旁边那个果珍瓶里边。啊。我走了啊。慢点啊。周老师真要结婚调走？看来啊，是回天无力了。菲菲，我想再约我的父母一块儿吃顿饭，你觉得怎么样？他们跟我能坐到一块儿吗？你很快就是他们的儿媳妇了，
将来总归要见面的。本来希望他们去广州参加婚礼的，现在看来不现实。可不管怎么样，在去广州之前，咱们一家人还应该坐下来吃顿饭吧，否则我们走了也不会安心呢。毕竟是自己的父母，人也老了，咱们做儿女的总应该包容一些，啊。其实，他们在感情上对我这个儿子还是很依赖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接纳你的。咱们出去吃，不会再碰到安小米的。哎，你到底是去是不去啊？你要去的话，可得稳定好自个儿情绪啊。去，干嘛不去啊？哎，你又打什么主意啊？他们想做咱们工作，咱们不会反过来做他们工作。我这30多年的班主任白当了。来，妈。哎，这些菜啊，都是菲菲按照你们口味点的，很清淡的。哎，不错啊，不错。我给二老盛碗汤吧。好，饭前1碗汤，苗条又健康。咪咪啊，给你盛一碗吧。鲜。怎么了？胃又疼了？那这儿给你备着呢。妈，你真的好细心哦。哎呀，这是小米替一鸣准备的。他胃病挺严重，饭前又爱疼，还总记不住带药。不光我这儿有，我们家甜甜书包也有1瓶呢。好了，没事了，赶紧吃吧，别凉了。吃。爸，妈，等我们到广州安顿下来，把房子收拾好了，就接您二老过去，先熟悉熟悉那边的环境和气候。我妈有关节炎，在那边过冬对您身体有好处，没准您二老还会喜欢上那边了呢。我跟你爸呀，在这住习惯了。住住就好了，那边生活挺方便的。再说，过几年您二老的岁数也大了，可以在那边常住啊。您二老在这边，我和菲菲也不放心呢，是吧，菲菲？啊，是啊，是啊。哎呀，我想上一下卫生间。小雅，你能陪我去吗？我不认识路。啊，好啊。委屈你了。我跟一鸣他爸不赞成你们的事儿，可你能不计较，喊我们一声爸妈，不易。将心比心，我们不该给你脸看，我们也不是不喜欢你。一鸣喜欢的人，绝对没错。可是我们太心疼原来的儿媳妇和孙女了。小米是个好人，好女人。就是她太难了，她不像你年轻，可以找一个比一鸣更合适的人。一鸣没告诉你吧？听说你们要结婚，离开这儿，甜甜在城里从第1名一下掉到第4名了。孩子舍不得爸爸走啊，孩子也不能光有妈没爹啊。伯母，这话你应该给您儿子说。
我知道你怨我，可是你跟一鸣也不是一天两天，有感情。可一鸣和小米也没到那非分开不可的地步啊。当初要不是你出现，那他们现在不是还过得好好的？否则我跟他爸干嘛非劝和啊？算我老太婆求你了，伯母，你不要这样。就算我们周家欠你的，有机会我们一定补偿啊！这不是你想的这么。这排骨啊没注水，红烧清炖都好吃。当您不在家歇着，到处跑来跑去的，您血压下去了吗？没事了。昨儿跟你爸又见小杨了，一鸣安排他吃顿饭，我呀瞅机会跟他谈了谈，把我和你爸的立场明明白白告诉他了。我觉得那姑娘好像不是太难说话的。哎呦，昨晚我一宿都没睡着，我在琢磨。我的意思啊，你找他去谈谈。喂，请问周一鸣在吗？哦，不用了，我打他手机，我有他手机号。哎，你是小杨吧？我想约你出来聊聊。你今年28，快满29了。我跟周一鸣认识的时候21岁。比你现在小7岁。5·4青年节，我们歌舞团去他们大学联欢，那个时候周一鸣刚刚毕业留校，是夏天。那晚上，我唱的是《茉莉花》。你可能不信，我也年轻过，迷人过。那天周一鸣来找我。没拿花儿什么的，包了一大桶冰激凌，我当时正渴得难受，大口大口的就给吃了。就这样，我们认识了，结婚了。10几年的婚姻，磨掉了很多东西，就像是一件褪了色的衬衫。安姐，您说重点吧，我对您的过去没什么兴趣。我是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劝劝你，婚姻是很磨人的。他会把人磨得没了脾气，把人的心磨出一个老茧，不疼不痒，不冷不热。刚结婚的时候，别人都以为我和周一鸣与众不同，可到头来呢，还不是一样。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了14年，我自信比你了解他。就在几天前，周一鸣还亲口跟我说，他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他只关心他的学问，他的书。他有的时候还很自私。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没结婚的时候，你看到的是精装本；等结了婚，你看到的就是平装本了。那你干嘛还拖着他不放呢？安姐，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想很诚恳地劝你一句：放手吧。你2年前就该彻底的放手了。你该有自己的生活，你还有个可爱的女儿。将来你可以再结婚，重新组建新的家庭。我和你不一样，我现在就是为了女儿，我只为她活着，我别无所求，我只希望她能有一个完整的家。来的时候还说，不能在你面前流眼泪呢。就是不听使唤。我知道，从客观上来讲，我是抢了您的丈夫，可我真的没有想过去伤害谁。你已经离婚2年了，你这样拖着前夫不放，周一鸣他早就不爱你了，他不可能跟你回家的。至于甜甜，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我们在一起以后，他对甜甜该尽的责任，对父母该尽的孝心，不会有任何改变的。2年了，他都没跟你结婚，说明他心里放不下我和甜甜。只要是你肯放手，他会和我回家的。周一鸣比你大14岁，你们都有代沟了。现在这女的都比男的寿命长，你看咱们上一辈有多少寡妇，说好听点叫未亡人。听说女的平均寿命比男的高7、8岁呢。按常规，周一鸣走了，你还得多活20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你还真会替别人操心，我可不想操心7老8十的事儿。何况，我并不觉得和周一鸣有什么代沟。我喜欢像他这样有阅历的男人。是你自己和他有代沟了吧？你什么意思？你是个有文化的人，知道我说什么。现在男人和女人不一样了，女人一过40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有的甚至提早进入了更年期，性别就等于死亡了。而40多岁的男人正当年。我没想到你这么可恶，你就能担保你一辈子都不老吗？我的话可能伤了你，可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等一鸣等了2年了，眼看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怎么可能放手呢？我们有女儿，我女儿一句话就能把她的心收回来。为什么每次都要把你的女儿扯进来？我也可以为一鸣生个儿子啊，动不动就拿你女儿当牌打，你不觉得自己活得很可悲、很可怜吗？你怎么这么心安理得啊？你抢了我的丈夫，你倒反过来可怜我。我是周一鸣的结发妻子，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还是个助教呢，住在筒子楼里，是我陪着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看着他的职称慢慢往上升，是我一直在旁边支持着他。你呢？你是什么？你走到哪儿都是一个破坏人家庭的第三者。醒醒吧！现在是你想成为插入我和未婚夫之间的第三者。说到破坏家庭，你那个家早就名存实亡了。只有一个空壳的家，凭什么让我要？周家不会接受你的。你就继续做你的周家的干女儿吧，继续占你那个只剩2个老人的地盘吧。反正我要和一鸣去广州定居，有你照顾老人，替我尽这个儿媳的责任，我求之不得。你不是人！服务员，买单。一个人喝红酒，不是高兴就是生气。今天怎么了？可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人？你年轻时的品味就这么差，那么庸俗琐碎，动不动就歇斯底里。他给你打电话了？体脂。帮我拿个毛巾。哦。他找你了？他都跟你说些什么？那些话我都不想重复。他还能干什么？哎，电话坏了。我换了个有语音报号功能的，要是天健是安小米，就别接。咱们还能在这儿待几天呀？费那神干什么？万一要是甜甜打来的呢？甜甜好像从来没有主动给你打过电话啊。你呀，别神经过敏了。安小米我了解，他为人比较直，胸无城府，心眼坏不到哪儿去。他终究会接受这个现实的。哎，进来一块儿洗吧。这门太小了。哎，菲菲，菲菲，湿了。菲菲，
每次一说到要孩子，你都这样。怀孩子可是件大事儿，怎么能说心血来潮说怀就怀呢？我就要今天跟你怀，我要给你生个儿子。别任性啊！啊！你看，你刚喝完酒，怎么能说怀就怀呢？李白斗酒诗百篇，史书上还记载他生了几个弱智的孩子。你不希望我们的儿子也是弱智吧？菲菲，生气了？没有，只是没兴致了。哎呀，女儿，我是你爸爸，看清楚了啊！哎呀，爸爸，呀，来，哎呦，你看他这小手真有劲儿。在妈妈肚子里就熟悉爸爸的声音了，对不对啊？哎，你看，还看呢。爸爸的手多大，多有力量啊！宝贝，爸爸会永远永远保护你的。那时候几岁啊？4岁生日。那是最多人喜欢的时候。睡吧。像这一类的问题，大家要特别注意，举一反三，以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明白了吗？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好，下课。甜甜。爸。今天晚上有自习吗？没有。甜甜，去陪爸爸出去吃顿饭。啊，妈妈都已经煮好饭了。给他打个电话，就说吃完饭以后啊，我送你回家。来，妈，那个我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了，不是补课。我跟爸爸在一起呢，就爸爸一个人。
我知道了。妈再见。妈妈每天都煮好饭，切好菜，然后在咱家窗口看着。我一进单元门，她就冲进厨房炒菜。有时候我留下补课什么的，妈妈就自己吃头天剩下的饭了。这为什么非要等你回去才冲进厨房炒菜啊？因为她说那样维生素流失最少了，她又得抢时间。有时候妈妈把我喂饱了，还常常去膜拜呢。甜甜，咱们去吃汉堡包好吗？好吃吗？好吃你就多吃点啊。广州人好像都吃米饭，面食很少吧？爸爸能习惯吗？现在啊，都南北饮食大融合了，广州肯定有许多北方餐馆。那杨阿姨她不煮饭了？她呀，不太会煮，没你妈妈做的好吃。现在女的会做饭不算优点。以前爸爸很忙，妈妈每天一回家就在厨房里又是煎又是炒又是炖的，弄得自己油头汗脸的。聪明的女人都不煮饭，她们要么请钟点工，要么就到外面吃，省下时间去跳跳拉丁、做做瑜伽，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样老公反而会很在乎你。所以妈妈很笨。你这都哪儿听来的奇谈怪论啊？勤劳善良可是中国妇女的美德。妈妈就是很勤劳很善良，她把时间都花在我和爸爸身上，却忘了保持和提升自己的魅力。女人的魅力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甜甜，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可是爸爸和妈妈的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你长大了会理解的。快吃吧。哎，菲菲啊，我和甜甜在吃饭，我们快吃完了，你不用过来了。不是那个意思。那好吧，我们在甜甜中学对面的那个华宝之家，地址你知道。哎。甜甜，杨阿姨好。哎，走吧。就点了这么点东西啊，连冰淇淋都没有，你也太不了解女孩子了。等等啊！来，2个冰淇淋，2个冰红茶，咱俩1人1半。我吃不了这么多。不会吧？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一口气能吃10只冰棍呢。今天我就豁出去了，完全打乱我的减肥计划，陪甜甜啊吃到走不动为止。甜甜，杨阿姨平时吃东西很节制的，今天她能给你尽兴，你可得领情。平时吃东西很节制的，今天她能给你尽兴，你可得领情。是我自己馋坏了嘛，趁今儿啊过一把瘾，还得多谢甜甜呢。甜甜，你有没有发现肯德基管冰淇淋叫圣代，麦当劳却叫新地？刚才我在柜台啊顺手说要新地，服务员还挺客气的说我们这儿只有圣代。哎，原来他们这儿也叫圣代啊！其实啊，他们肯定知道我要什么。我去拿根吸管。我怎么做都讨不了他的欢喜。他跟你还不太熟，这孩子性格比较内向，跟我都没什么话说。是按小米派他来的吧？
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动向。你说什么呢？哎，你最近怎么疑神疑鬼的？女人在捍卫自己家的时候，会动用周围的一切有生力量。就算安小米有这个心，可甜甜是个单纯的孩子，她怎么可能跑来当密探呢？行了，甜甜判给她妈妈，她向着妈也是人之常情嘛。爸，我吃饱了，想早点回家写作业。阿姨吃完了，我送你吧。不用了，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了，8点半才上车呢。那还是我送你吧。我也吃好了，走吧。啊，那走吧。上楼上坐会儿吧。你有客人啊？改天吧。妈，回家。我成客人了，他可真是无药可救。你没跟我说有他人。袁阿姨是中途才来的。叫姐姐。妈，你别老这样，我叫不出口。那你叫他妈，叫他妈你叫得出口了吧？你再跟他去广州，比跟你这什么都不是的妈强多了。甜甜，对不起啊，对不起，妈说错话了。甜甜，甜甜，你吃饱了吗？我这话问的，跟他们在一块儿，你肯定吃不饱。妈给你做饭去。还生妈妈气了？啊？别生妈妈气了啊！妈是被那杨菲菲气糊涂了。你不会真的要离开妈妈吧？妈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了。妈像一个落了水的人，在海上飘着，被山羊羔的浪头打得透不过气。你是妈妈身边唯一的一条小船。有了你，妈才活得有指望，有奔头，你知道吗？好了好了，别哭了啊！先生您好，我可以坐这儿吗？哦，好，可以。我是安康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我叫安小米。我们公司啊新推出一个产品，您介意花5分钟时间听我跟您介绍一下吗？好。怎么又是他呀？
我有办法知道，看我的。这种终身财富寿险啊，是万能型的，可以说是为先生您这种成功男士量身定造的。您好，请问这位女士要点什么？我吃过了，不用。哦，好的。其实啊，买保险就等于您把存在银行里的钱转一部分，转到保险公司的账户上，而且回报率还更高。哎呀，对不起，有个客户约我打高尔夫球，失陪了。哎，先生，来，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您要买保险，一定要找我。好。好。林总好。啊，您用些什么？1份意面吧。林总您好，我能打扰您几分钟吗？那边怎么回事？赶快给他打发走啊！不好吧？伸手不打笑脸人。再说闹起来影响客人就餐的情绪。您愿意娶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吗？您肯定不愿意，是吧？可是您要出了意外，您的太太改嫁给谁？没有钱的寡妇可能必须要再嫁，而有钱的寡妇就不一定要再结婚啊。你这套台词，你管它叫什么？话术太低劣了，见面就咒别人太太死，你是冷漠还是愚蠢？哼！对不起啊。我这话说的可能不合适，您公司在几层啊？要不然哪天我再去拜访您。免了。领班。哎，对不起啊，林先生，林总，这什么地方？啊？怎么能放卖保险的进来？他一直在我耳边唠叨什么死啊死，这顿饭我吃得下去吗？你让他走，他不走我走。别，对不起啊，林总，大姐、大嫂、大婶儿，算我求您了，行吗？您不走，我饭碗就没了。您这边请。对不起啊，林总。好。对不起，没事。面包叫上劲了，刚去哪了？咱们这种人还能去哪儿？到处膜拜呗。有什么了不起的？德行！我现在特别理解为什么会有仇富心理，真的，我现在就特仇富。啊，有钱人就可以趾高气扬的，穷人就脸都没有，可以让他们随便糟蹋，随便糟蹋。怎么了？谁拿气给你受了？我在人家会所蹲了半个月的点儿，一顿中午饭没吃过，每天饿得头昏眼花不说，还得假装没看那些服务生的狗眼，没听他们那些恶言恶语。哎，这也就罢了，那些老板总应该有点修养吧，也不拿咱当人。行了，别老在楼下会所号啊，讲守株待兔啊。那儿的人都认识你，都对你有成见了，你还不如从楼顶办公室一路扫下来，扫他个片甲不留的。这里面可有一窝的什么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再怎么也得给你逮住一个吧。我根本就不适合干这行，我这人抗压能力太差。真的，每次去膜拜的时候，敲人家的门，我这心里都跟做贼的似的，巴不得人家屋子里就没人。你这也别膜拜了，什么时候了？不急啊？急，可不能让自个儿闲着，不会胡思乱想，想出病来的。那天跟杨菲菲谈完以后，我真的是担心周一鸣抬脚这么一走，还会不会管甜甜？他还能管多少啊？杨菲菲说
说话那语气，就冲动不已，跟换了个人似的。哎，走，带你见个人去。谁呀？律师，我的一个客户。再怎么说，他是孩子的爹，怎么能说走甩手就走呢？就算没办法阻止他结婚，总可以要求他别丢下女儿不管吧？你就是告到法院，你也得输。你前夫说的对，孩子的抚养权归你。他按你们离婚协议准时给了抚养费，你不能用孩子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造成他们夫妻分居两地。而且，按照计划生育政策，他们还可以再要个孩子。这个孩子一出生，你就更没有权利了。那我能怎么做？眼睁睁看着他走啊？是。赵律师，您约的客户来了。哦，我知道了。吴小姐，就按你说的，先买健康险吧。啊，好，那我到外面帮你填下表格。谢谢啊。您的身份证给我一下吧。谢谢。一边跟我海誓山盟的，一边又在婚前搞什么公证，这成什么了？我在感情上我不能接受。婚姻也是一种生存联盟，婚内公证就是把结婚以后的家庭支出和财产归属进行一个具体的约定，这样不管你们将来发生什么，夫妻双方不会因为财产的问题而加深彼此的矛盾。谢小姐，你还是冷静下来，好好的看一下这份婚内协议。我认为你的未婚夫是充分考虑了你的利益。我不签这个东西，他硬要我签，我宁可不结婚。有了。谢小姐，回去以后跟曾先生好好沟通一下。小林，替我送送谢小姐。赵律师，我姐她能不能要求她前夫再婚时做个婚内公证啊？她很担心女儿的将来，您也知道她的处境。如果是担心离婚协议上你前夫给女儿的生活费不够，可以要求你前夫变更，增加抚养费。我是对那个女的不放心，担心前夫跟她结婚后，我们离婚协议上哪些条款他不能履行。从法律上说呢，你没有权利去干涉你前夫的婚姻，包括他们夫妻之间的财产分配和约定。但是从情理上说，你可以以维护你女儿的利益为理由，向你前夫提出建议。当初离婚的时候都没跟他争过什么，这会儿干这个，没脸没皮的，还有点别有用心。你说对了，这叫从内部分裂瓦解敌人。杨菲菲年轻气盛，心高气傲，情感上肯定接受不了这样一份公证书，铁定跟周一鸣闹翻。你想的太简单了，人都要走了，至少让他们办了婚内公证再走。哎，你多要他一分钱了？没有，你要的只是让他能保证兑现当初的协议。按小米来电。按小米来电。是他。按小米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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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太疯狂了，幸好这种疯狂的日子就要到头了。还是接一下吧，万一有什么急事儿呢？喂。我知道你在家，我有事找你说，你能下来一下吗？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这事儿很急，我就在你家楼下等。
我去取来。你能不能替别人想想？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谈谈吧。有这个必要吗？我们哪一次谈话不是以吵架收场？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自己看吧。你哪儿弄的这么个东西？我请律师写的。我看出来了，这就不是你写的，你没那水平。你弄这么个东西想干嘛？啊？是这样的，作为周甜甜的母亲，我担心你在结婚以后，尤其是另外有了孩子以后，你离婚时候所做的那些承诺，不能完全兑现，所以就想替你把把关，就请律师草拟了这么一份婚内公证协议书。你也看到了，这协议中就周甜甜的生活费、重点高中费用、上大学的费用，以及将来可能产生的出国留学的费用，做了若干规定。我看见了，我又不瞎。我是说，你凭什么？你手伸得太长了吧？你让我公证我就公证。关于周甜甜的抚养费，咱们有离婚协议。我如果违了约，你可以去告我。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谁给你的这个权利？你看你这个态度，你这个态度恰恰说明我的顾虑和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是周甜甜的母亲，我这份要求怎么了？别老拿自己是个母亲说事儿，我还是父亲呢。就你心疼孩子，就你爱孩子，我是白眼狼，我生而不养，我哪月少给过1分钱，总是尽量多给。可以后不一样了，再过10天你拍拍屁股走人了。我哪知道你再结婚以后谁当家？人是不可信的。别总把别人想得跟自己一样低俗。哎，你真正的目的不就是想建立我们的感情，破坏我们俩的婚姻吗？我告诉你，别想我被你牵着鼻子走，我不吃你这一套。你再结10次8次婚弄跟我没有关系，可你不能推卸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啊！责任？你所说的责任就是钱吧？啊？你不是一直做出一副不在乎钱的样子吗？今儿怎么了？怎么突然变了？我女儿要吃饭，别的孩子有的她也要有。你自己看看。这什么啊？你女儿给她自己记的账，她已经没有安全感了。你到学校去问问。自从他知道你要结婚，你要调走，学校食堂2块钱1份的菜，他就没有再吃，每天就躲在教室里吃我给他带的豆沙包，那东西又冷又硬啊。他在为这个家，为我们娘俩精打细算。你以为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可他比我们想得多，想得深，想得远。他知道我们娘俩将来的日子有多艰难，他在用他小小的肩膀为我这个当妈的分担，你心里就过得去吗？甜甜的那些想法，都是你危言耸听的结果。你一直在别有用心的给他灌输一种思想，那就是我一旦结婚就意味着抛弃他。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甜甜14岁，她有她自己的思想和判断。你为什么会对这么一段婚内协议这么敏感呢？这些条款不过是我们离婚协议里有的。杨菲菲不是很爱我，那就让她签了这份协议，表示她认同你我之间的约定。你的动机就真的那么单纯啊？连你自己都不信吧？